看看这个画面，我跟你打赌，你今天请一个作曲家说，鱼币传统啊。你今天请一个作曲家说要做冒险、传奇、海盗风格的作品，第一个参考对象几乎可以确定是《神鬼奇航》。不是，这真的太有名了 ，He's a pirate 经典到夸张的音乐。那今天如果说是参考游戏呢，我也几乎敢跟你说，作曲家通常会想到《刺客教条》黑旗。感觉就上来了 ，Oh my god！ 我是海盗，我是刺客，我有一艘自己的船，我展开一场又一场热血奔腾的海上决战，我帅气地当上敌人的船，进行致命的刺杀。bug 还是这样多啊。好，总之，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怎么好像近期的海盗作品都有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甚至你知道在那个时代可能根本没有船歌的概念吗？轻松一点，我们来简单聊聊这款可以说是在游戏史上有着一席之地的海盗游戏《刺客教条：黑旗》吧。你是否在意过音乐？你是否注意过作品里的好声音？欢迎来到原声带笔记，我是笔记。我们先聊主题风格吧，船歌的部分后面分开来谈。黑旗大概是公认最好玩的刺客教条之一了，也是游戏史上几乎是 T0级别的海战游戏，应该都有耳闻啦。参考真实历史，传奇海盗登场，独一档的船战打法结合刺客的神秘与帅气，封面就整个霸气外露是吧？而且其他刺客都一把袖剑或是一把刀什么的，我们海盗刺客双刀四枪，大开大合的，根本集合了人们对那个时代的浪漫幻想于一身。bug 不要这么多的话了，老实说，沉浸感会蛮强的。这种情况下，你作为一个作曲家，你会想写什么风格的音乐出来？说真的，就《神鬼奇航》，我一定找来当参考。不论后面是否想写些独特的新东西，或是什么曲风，一开始不太可能去避开这个。其实老派的海盗作品，海盗音乐会比较像是那种欢乐一点的，直接用听的吧，感受一下。一种比较明亮、奔放、带点舞蹈与冒险的轻音感。神鬼奇航这种则偏向去塑造一个传奇形象，相较厚重宏大，去描述一个更有英雄史诗的世界观。黑旗的音乐也是属于这类，当然这并不代表黑旗就有参考神鬼奇航，但你看这个播放量，我的天！这种做法无疑是受到大众喜爱的。相比《神鬼奇航》的史诗，黑旗带来的是一种更写实贴地的人物风情，同时又不失去传奇感的音乐。拜托你自己看，你去搜寻海贼海盗音乐出来的，肯定就……这个资源例外了哈。黑旗最大的特色在于保留了那种历史史诗感的氛围，又用音乐去呈现海盗那种烂醉如泥或是船只摇摇晃晃的画面感。听听这个吧。有没有听到主旋律的底下有一个一直反复来回的旋律？我播出来给你听哦。是吧？摇来摇去的感觉，还有一些不规律的打击在中间，试图去表现一种随意而不受拘束的感觉，让整个黑旗充满一种自由浪漫的情绪。海盗嘛。黑旗虽然描述的是一个海盗在经历历练蜕变后，逐渐成为一个刺客的传奇故事，但没有因此去掩盖海盗的本质。莱姆酒、狂喝、摇摇醉醉，甚至游戏中有个宝箱是需要玩家喝到不省人事才能拿到。Time to lay off the grog. That was too much. 参与配乐制作的 Sarah Schachner 也提过，他们在演奏时甚至故意松散一点。有些音其实是歪的，再从这些五音不全的状况滑进正确的音高内，为的就是呈现这种与众不同的海盗气质。于是比起其他的海盗作品，
黑旗音乐虽然也走了比较史诗大片感的方向，却多了一份粗犷和人情味。只不过这些情绪没有刻意走到很前面，而是自然地安排在史诗音乐这个框架底下，造就了一代经典。你看喝多了就是变这样了。总之，有了《神鬼奇航》和《黑旗》这些作品打底，后来就越来越常见这样的海盗音乐了。当然，最后还是看作品性质。我个人基本上把《黑旗》看成是一个海盗游戏音乐的基石之一了，包含后面会提到的船歌在内，真的是非常值得一品的游戏。接着是船歌 Sea Shanty， 黑旗第二个特色要素，也是可能最不符合史实的要素。什么是船歌？我们直接听游戏里的感觉吧。对，航行的时候唱歌能干嘛？就航行的时候唱啊，还是有差别的。实际上，这当然有一定的娱乐功能，不过以前是有工作用途的。那个年代很多时候需要多人协调去操作一艘大船嘛，就会透过唱歌的方式去协调动作，集中力量，确保大家的一致性。大家以前都拔过河嘛，会做什么事？1、2、3，1、2、3，差不多的概念，只是改用唱的。为什么说它不符合史实呢？实际上，这种工作歌的传统主要是在19世纪形成的，却被搬到1715年左右的黑旗里面。这对以重现历史元素自豪的刺客教条来说，可是个大错误啊！重现历史不包含这个，我一律当做这款不存在。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个问题。官方节目请来的专家甚至都说到，海盗盛行的那几百年间，几乎没有水手工作时唱歌的证据。当时英国海军规章甚至在一些时期规定，工作时唱歌要受到多少鞭打。推测当时可能大家都最高品质静悄悄，当然这不代表海盗完全不唱歌，那种讲故事的民谣或者喝酒歌很常见啦，只是拿来配合工作用的 Sea Shanty 确实不该存在于黑旗中。那么为什么他们仍然要放进游戏中呢？就因为很有 feel， 对啊，不然他们不想要整段航行之后环境，船歌就很刚好，很棒。蛮有趣的现象很多时候历史改编出现不符合史实文化的状况时，大部分人是不会接受的。你看暗影者被喷成那个样子，你看这个教条系列现在都变什么样子。但这种历史错位，大家反而没差。不过也不是傻海事研究者，我个人觉得感觉对了也挺好。《三国演义》跟《三国志》也是天差地远，至少我个人是挺享受这种在海上航行听歌的感觉。I thought I heard the old man say, Leave her, Johnny, leave her. Tomorrow ye will get your pay, and it's time for us to leave her. 我都不敢说我这期拖到现在才做完，是因为我都没啥用快速传送，爱死这种沉浸感。你可能很好奇为什么我要提到船歌的历史，那是因为你现在听到的船歌很多都是经过现代化改编的版本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们先提一下船歌这个元素为什么会热门起来。这个元素一直都存在于各种电影或是游戏里面黑旗在2013年出的时候，船歌也在玩家间带来非常非常好的讨论度，这点不要误会。大名鼎鼎的《神鬼奇航》内也是有相关片段的，但是他们都没有接下来这首歌带来的影响力还巨大。There once was a ship that put to sea, and the name of the ship was the Biddy of Tea. The winds came up and her bowed it down, so blow me bully boys blow. Soon may the wellermen come to bring us sugar and tea and rum.One day when the tonguing is done, we'll take our leave and go. She had 我这边播的是黑旗重置游戏内的改编版，但我猜你大概也听过红起来的那版，那就是2021年由 Nathan Evans 改编的版本。当时引起了疯狂的翻唱潮，夸张到美国国会图书馆直接称之为 TikTok 传歌现象的病毒式传播原爆点。他不是第一个翻唱的人，也不是第一个唱这么快的人，但确实是他把现代人对船歌的印象打了基底，真的太红了，红到重制版的黑旗也加了这首歌进去。我相信你一定注意到我说了一个词，唱得快。
这边我就要说一个黑旗的船歌特别棒的一件事情了，它跟现代化的船歌有个很不一样的地方。首先，黑旗的船歌大部分也都不是原创，而是把实际存在的传统船歌拿来做重新编排。那它们有什么差异呢？现代的船歌由于要配合传播媒体的快节奏，通常会有2个跟船歌最初始形态冲突的要素，一个是唱太快，一个是唱太稳。我们直接听实例，这是大部分翻唱的速度感。Way hey up she rises, way hey up she rises, way hey up she rises early in the morning. 然后这是黑旗里面的版本。Way hey up she rises, way hey up she rises, way hey up she rises early in the morning. What will we do with the drunken sailor? What will we do with the drunken sailor? What will we do with the drunken sailor early in the morning? 是不是慢很多？有很多时候感觉好像参差不齐的，甚至偶尔有人没跟上来，在旁边当气氛组，那边嘿吼哟吼什么的。这个我不确定是不是制作团队的意图哦，但我个人一直都挺在意一件事情，既然这本来是团队合作用的曲目，那你唱那么快是要给谁配合啦？你想象一下，拔河的时候有人在旁边很快的1 2 3 1 2 3 1 2 3，你会不会想打人？黑旗的就挺有真的在船上同心协力的感觉，相当有 feel。我不知道实际在船上是长怎样，我也没有亲身体验过。如果你可以跟我分享那是什么感觉，我会很开心。不过就目前而言，黑旗的船歌是满足了我的想象。虽然说为了收集船歌，你要在世界各地这样跑来跑去，我在这有点……但我挺爱为了多听点船歌，就这样在游戏内完全没有目的的在海上乱逛的。其实我觉得最有趣的还是一个现象，这分明是一个错误，却成了标准答案。有时候我自己也很难分辨，到底为什么不能接受某种历史上的错误，为什么某些错误我反而能甘之如饴。当然，我们是一个容易爱屋及乌的生物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偶尔还是会觉得自己有点双标。我不是说 bug 这种人实在是……老实说，真要我把遇到的 bug 剪出来，可能要播上好几个小时哦。这个哇哦，黑旗的经典或许真的是难以复制的吧。尽管游戏问题一大堆，但它真的太独一无二了。不夸张的说，它成为后续许多写实海盗游戏的一道高墙了。任何有海盗黄金时代船战玩法的游戏，都会被人拿来跟黑旗做对比，连育碧自己想复制都很困难。像这次提到的主题音乐风格和船歌就已经难以模仿，并不是说我把任何东西改编成史诗交响就会很适合海盗了。好，总之，黑旗不是历史最正确的海盗，而是感受起来最完整的海盗。撇除刺客的部分，玩家体验到的是开船、海浪、船歌、战争和逃亡共同形成的历史传奇感。后面的作品很难再去提供这样的感觉出来。船歌虽然是个历史错误，却没有把玩家从世界里拉出来，反而让那个世界变得更加完整。久而久之，我们在意的就不再是18世纪的海盗到底会不会这样唱，而是海盗作品里怎么可以没有人唱歌。他没有通过历史考试，但却通过了所有人的海盗幻想。我必须说，这次重玩我还是非常开心的 ，UI 也几乎关掉，即使这意味着我必须频繁开启地图来确认任务目标，我也更享受这种独一无二的沉浸感。好的，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接下来也会继续讨论值得一听的游戏音乐。那么我们下期原声带笔记再见。When it came down to it, Edward Kenway. There might be hope for you. To our captain. To our captain.